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女演员长相有多重要？看34岁还在演女大学生的谭松韵就知道了。女演员的长相到底有多重要？一张娃娃脸和一张蛇精脸的区别在哪里？或许看谭松韵就知道了。从她的身上，我们能够探知一二，原来娃娃脸也可以演女主角，原来娃娃脸的作用也可以这么大，原来娃娃脸能够让男生女生都喜欢，并且没有攻击力。谭松韵正在拍摄的仙侠剧《逍遥》里面扮演的也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活泼少女，但看这部剧的路透，感觉谭松韵确实已经有一些年龄感了，不再适合演一个少女。上了年龄的人跟20出头肯定是不一样的，但相对来说，在同龄人当中，谭松韵的状态算是非常好的了，而且状态好到即便是演一个女大学生也不违和。前一秒在《逍遥》里面看到的谭松韵，感觉不太适合演少女，虽然同样是一张肉脸，但是状态跟20多岁仍然是不一样的，感觉这样的年龄不太适合撒娇任性。但后一秒放在你比星光美丽当中，谭松韵又可以了，即便是演一个女大学生，也是那么毫无违和感，甚至她的长相要比很多女大学生还要显年轻，就这个发型，说出去是初中的学生，我都要相信了。一张娃娃脸的重要性就这样体现出来了。女演员的长相有多重要？但凡不是这一张脸，30多岁的女演员可能就没有办法演女大学生了吧？在电视剧《你比星光美丽》当中，34岁的谭松韵又换上了跟当年最好的我们当中一样的短发，感觉这10几年来从未变过。搭档比她小好几岁的徐凯，居然那么有 CP 感，这一点很难想象。虽然是姐弟，但是看他们两个人的同框画面，为什么会那么有爱呢？谭松韵真的是神 CP， 跟谁都那么好看。看起来剧中的剪辑也是非常好的，会把他们两个人的氛围感剪得非常到位，以至于即便是在一部都市剧中，观众们也能够嗑起来。感觉谭松韵身上就是有一种魔力，她有属于自己的都市赛道。其实都市剧本来是挺难火的，充满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情节，还有狗血的套路。但是目前看起这部剧的热度还是挺高的，一般偶像剧用的都是20多岁的小女生，但是谭松韵30多岁演女大学生也那么好看，甚至要超越某一部分的偶像剧。谭松韵、许凯主演的《你比星光美丽》即将会在腾讯视频上线，7月2号正式播出。本来对都市剧不抱任何希望的我，对这部剧倒是充满了期待。这种期待尤其是在看了预告片之后更加旺盛，看来两个人的 CP 感真的很打动人呢。不知为什么，虽然两个人加起来也老大不小了，但总希望能够多一点他们的校园情节，从校园走到结婚，感觉真的很美好。而这种美好放在徐凯和谭松韵的身上，就好像是拿了放大镜一般，照在了很多人的身上。2. 庶女攻略改编，钟汉良、谭松韵主演先婚后爱古装言情。嫡庶之变是古言宅斗小说中的重要看点，虽然发展到如今有些作品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类型的小说受众不少，改编的影视剧也很受观众欢迎，已经成了视频网站养老保险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改编自关心则乱的《庶女明兰传》，最近正在热播的复仇爽剧《墨雨云间》改编自千山茶客的《敌驾千金》，那滋滋的《庶女攻略》是否已经影视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和另外2部一样，在影视化的过程中换了一个更好听的、嫡庶味道也没那么明显的剧名《锦心似玉》。这部由钟汉良、谭松韵领衔主演，何鸿燊、唐小天主演，颖儿、李晟、
刘云特别出演的古装言情励志剧，全长45集，2021年2月26日在腾讯首播，并在泰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尼、西班牙、越南同步播出。故事背景设置在明朝，谭松韵饰演的庶女罗11娘地位卑微却极有主见，本希望凭借精湛的刺绣技艺争取自由的人生，却意外地嫁给了钟汉良饰演的永平侯大将军徐令仪做续弦。面临着复杂的后宅争斗，他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并依靠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徐家的信任，不仅与丈夫感情渐浓，掌握了管家权，还在丈夫的支持下开设了自己的绣坊，传承刺绣技艺。当徐家面临巨大危机之时，更是夫妇齐心，共同化解了危机，不仅保护了徐氏家族，甚至成功推动了海禁的开放，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使沿海地区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锦心似玉讲的虽然是地位低下的庶女逆袭成为人生赢家的故事，却并不局限于在后宅之中的扯头花，不仅有商战，也有时代的投影，内容丰富，努力的在符合古代背景的情况下，让女子走出家门，参与到更多的社会生活之中。但为了让11娘能给观众带给观众更多爽感，部分情节并不符合逻辑，感情的处理方式也很偶像剧。这其实体现出一些剧方在认真做内容和占有更多市场份额之间的矛盾心态，既狠不下心来走下沉市场，写出让女主的敌人都生不出儿子这样的情节，又不愿干脆让女主抛开情爱，做事业第一的大女主。期待着创作者们看破解此种矛盾，拍出真正观众喜欢、叫好又叫座的作品的一天。